8月15，月明如圆，在长安城外北重山脚下，夜幕初临，人群密布。其中既有平日隐姓埋名的魔门高手，亦有正道翘楚，如慈航净斋的神秘斋主。大唐禁军3000架由秦琼和程咬金亲自领军，刀光寒气，肃立山巅，本应是正邪交锋，理应朝廷禁军镇压魔道。然而今日，众人皆擎头仰望山巅，不见一人动弹。正邪两道势力以及大唐将军与禁军，竟成为这场旷世大战的背景。他们齐聚此地，只为见证一场震撼人心的对决。其中一人曾是当时无敌、本应已死的邪王石之轩。在玄武门之变中，他曾站在李建成一方，企图夺取李世民的性命，然最终他败北。众人以为石之轩已经死去，却在数年后再度现身。虽然他曾败北，但传闻他的不死印法再次突破，达到近乎不死的境地。此刻，邪王竟身着僧袍，屹立山巅，等待着一道身影在月光中踏月而至。众人惊呼：“小圣僧来了！”是小圣僧江流啊！石之轩因小圣僧江流而重出江湖的，让我们见识一下，是邪王厉害，还是小圣僧江流更为逆天吧？石之轩注视着小和尚的刀来，赞道：“你便是这2年崛起于江湖的小圣僧江流，英雄果然出少年。”在这辽阔大唐、广袤江湖，能让石之轩铭记姓名，本已是一种荣耀。即便是当初的大唐双龙，石之轩也曾一度不屑。然而，小圣僧江流显然非同凡响。据传闻，江流儿3岁能识字，4岁读经书，5岁时仅通过《金刚经》领悟了武道，最终自创金刚伏魔功，踏上武道之路。6岁时，他常常离开寺庙，探访江湖各处武功，无论是铁布衫、长拳还是通臂拳等拳法，他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。到了7岁，江流的悟性已经逆天，他练过的武功无一不能驾轻就熟。9岁时，江流已成武学大师，离开金山寺，挑战天下高手。这个传闻甚至惊动了大唐皇室，李世民要宣江流进谏。然而在江流打败慈航净斋斋主后，他消失无踪。石之轩对江流的名声和战绩了如指掌，知道这位小圣僧是真正的武学奇才。今日一见，他才真切感受到这10岁少年的强大。从此刻显得庄严。对于石之轩的赞扬，他淡然回应：“小圣僧之名，不过虚名罢了。前辈，我只是想与石之轩前辈一较高下，分胜负，决生死。”石之轩看着小和尚，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：“听说你在金山寺长大，应该修身养性，读佛经，怎会如此放肆？这可是犯了佛门贪嗔痴3戒呀！”石之轩显露出看破红尘的慈悲相。江流平静回答：“我虽在金山寺长大，却未出家，无需守戒。邪王前辈，你也无需将自己当作得道高僧。你的看破红尘只是表象，建成败北后，你的心真的死了吗？如果你不是在暗中谋划颠覆大唐，为何在今日与我决战？”原来石之轩并未真正丧失争霸江山的欲望。这些年，他一边整合被打压的魔门，一边联系隋末的散兵游江。等到他武功达到巅峰，千军万马无法阻挡之时，就是他闯入长安皇宫之际。然而，小圣僧江流现身，气势惊人，如日中天。邪王畏惧江流，提前现身，将他约至北重山，欲当众斩杀这位。无声间，狂风骤起，两位武林巨擘展开了绝世对决，气势如山，雷声轰鸣，武林震撼。这一战必将惊天动地。两位大唐武林宗师交手如电，剑拔弩张，武学的巅峰之争，现世盛宴。小圣僧江流淡定自若，战意高昂，他将与邪王石之轩展开一场绝世之战。